大家好，中国娱乐圈已经成了技术活的批发市场。为什么询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情商高的似乎生存机会就越大。王炸弟弟王一博明晃晃就想得到，国庆档突然被人截胡拿下，赢家明晃晃肯定只有一个。王炸姐姐赵丽颖明晃晃就想不到，自己最失落的时候，超级关心自己，给自己送上温暖的人，真的就是一个打小就会人来疯的内娱人精来的。询问我只想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情商上。无论魔幻的2022年，还是诡异的2023年，国庆节能笑到最后的人，以及从3岁就能笑到今天的人，真的算得上是即便大旱3-5年，也能幸运存活到最后的神奇生命体非洲肺鱼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最近常说，影视行业的蛋糕越来越小，然而呢，蛋糕再小也有技巧，越早熟练掌握技巧的人，就越能活得少压力多快乐。万里归途刚上线仅2天就成功激活了8.5万人刷影评，而且影评成绩高达7.6分，所连带出来的票房跟着就轻松拿下了2.26亿票房，占比超65%，真的是少了王一博的芯片，这王俊凯的独角戏真的是天下霸唱了。在询问我的眼里，长空之王万里归途真的是此消彼长，因为2部片子合起来就是长空万里，是不是听起来相当的玄学长阔，意境深远呢？只是谁都想不到，背后却是你死我活、万千残酷的现实场景。特别敬请留意的是，但凡非常熟悉本频道的您，如果继续仔仔细细跟着询问我一道用心观察这部《万里归途》的刷屏操作和高分影评背后的话，您就会再次恍然大悟，原来询问我已经碎嘴铁口了1年多的黄金一般的2个字，有这么的重磅硬核，有这么的掷地有声。询问我说过，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窗期后，国内的电影院线终于迎来了国庆档，一口气有7部新片上映，可算是将原本冷清的院线带火了起来。这个国庆档一共上映7部新片，分别是《万里归途》、《钢铁意志》、《平凡英雄》、《我是霸王龙》、《小美人鱼之大海怪传说》、《新灰姑娘2》、《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5》。这7部电影中，后面4部都是动画片，前面3部才可以算作是这个国庆档上映的大片了。其实大家都懂的，原本还有一部王一博的新片《长空之王》上映的，可惜了，这部电影临时宣布撤档了。原本在预售票房上，《长空之王》可是遥遥领先于其他3部新片了，临时撤档也算是将票房冠军拱手相让了。从目前的票房成绩来看，在《长空之王》退出之后，《万里归途》极有可能拿下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目前上映仅2天拿下2.26亿票房，牢牢占据着总票房成绩和单日票房成绩的双重冠军，总票房占比超65%，一部电影就拿下65%，剩下的7部新片只能分剩下的35%票房了。《万里归途》是由王俊凯、张译、樱桃等人主演，这样的演员阵容，既有实力派的明星，也有流量明星，老带新的阵容确实很有看点。另外，该片7.6的豆瓣评分足以证明这部电影的优秀。王俊凯这一次浓妆重彩的华丽转身，可算是王俊凯复刻王一博弯道易烊千玺的年度奇景了。同样的一幕神似的奇景，去年这个同样的时候，询问我早就第一时间完成了独家深扒的任务了。环顾整个中国艺能界，多少的沧海横流，在时间的一晃之下，显得如此的熟悉，如此的雷同，也如此的玄幻不堪。万里归途之后，排在第2位的是平凡英雄，目前上映2天拿下3780万票房，和万里归途一比，那确实是差得远了。平凡英雄是由一众明星主演，包括黄晓明、李冰冰、冯绍峰、张一山、林永健等人，虽然明星很多，但是无奈票房成绩确实比不过别人。另外一部《钢铁意志》的票房成绩就更差了，上映2天拿下2270万票房，仅仅是万里归途的零头。刘烨、韩雪2位主演确实还没有办法独自挑起票房的重担。纵观3部电影的票房成绩，少了王一博的新片，
王俊凯的独角戏显得如此霸气和傲娇，风头强劲到无两了。当然了，背后的玄幻还更多，背后的精彩无人懂。万里归途这次真正成为了国庆档的主角，估计在票房成绩上也会大放异彩。有这样的初始票房成绩，外加7.6的扎实口碑，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想不高都难啊！除了这3部新片之外，另外4部动画片就不做过多评述了，因为这4部动画片基本上就是拍给低年龄段儿童看的，对于成年人而言，应该不会去电影院看了吧？想带小孩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家长们，可以自行挑选，童叟无欺。总而言之，乍一看，国内的电影市场又恢复了暑期时的热闹场景了。可以说，在完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万里归途是目前为止算是今年院线最佳了。从元旦档的穿过寒冬拥抱你、礼貌扮太子、反贪风暴五，到春节档的水门桥、狙击手、四海，再到暑期档的外太空的莫扎特、独行月球、引入尘烟，甚至再加上引进的新蝙蝠侠、神奇动物在哪里3、侏罗纪世界3，这一年已经过去3/4了。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在影院看到一部让人想到2刷的电影，只能说今年的院线电影真是太差了。不要说年度10佳，选年度5佳也选不出来。不过还好，等了10个月，大家终于在国庆档等到了长空之王身后的万里归途，等到了王一博身后的王俊凯。万里归途聚焦的是撤侨事件，影片没有具体说明是哪次撤侨，应该是把过去10-20年里的多次撤侨事件进行了融合和创作。虽然《红海行动》和《战狼2》也都是讲撤侨的故事，但二者的目光都是锁定在一线的战士，而《万里归途》则把主角选为手无寸铁的外交人员身上，也是一个很新颖的选题。首先要夸的是演员，基本上全员演技在线。张子贤饰演的张宁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演绎得很精彩，特别是3人吃火锅前和张译斗嘴的一段戏，非常生动。王俊凯的表现稍微生硬了一些，演的痕迹还是重了一点。但也不必对他要求的太过严苛。程朗这个角色本来相对而言就更单纯、更直白，而且在王俊凯这个年纪，比起某些流量明星来说，他的表演已经相当可以了。毕竟跟他对戏的可是张译，而说到张译，真是太牛了。片子里所有的阿语台词全部是张译的原声，这台词功力真是太强了。而且张译的宗大伟这个角色有着人性的弧光和成长的弧度，他并不像一些主旋律电影的主角一样，从头到尾大义凛然，舍我其谁。面对动荡局势和家里即将临盆的妻子，他的内心是有小九九的，想赶快回国，逃离这是非之地。面对俄罗斯转盘赌局，他也害怕死亡，嘴角合手也会颤抖。面对反对派武装的枪口，他第一句话是我想回到我的国家，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毫不含糊，毅然顶替去世的张宁，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为了帮助去世的好友，保护他的妻女，决然扣动第6枪的扳机。在张译的演绎下，宗大伟这个人物非常生动、立体且鲜活。如果明年的颁奖季，张译不凭借这个角色拿几个最佳男主角，真的说不过去。其次要夸的是饶晓志导演，氛围营造、场面调度都做得很好。开场进入节奏很快，没有长篇累读，一下就把氛围营造了出来。而且这种情绪和氛围是逐渐递进的。开始时虽然局势动荡，但还能在大使馆里吃着火锅唠着嗑，紧张中带一丝诙谐。随后是在边境和政府人员谈判，气氛开始急迫。中间在交战区找人一段，甚至还有点悬疑片的感觉，一直到后面的徒步转移和面对反政府武装，氛围开始紧张严峻。随着情节的推进，把观众的情绪一点点往里带，全片几乎没有什么无聊多余的情节，可以说全程无尿点。饶晓志导演的镜头语言，沙漠上啃食腐肉的乌鸦，断壁残垣下做祷告的难民，在大使馆一行4人遭遇爆炸，徒步走回大使馆的时候，导演给了一个鸟瞰镜头，和爆炸一街之隔的地方，一群孩子正在踢球，快乐和死亡只有1墙之隔。
影片的利益同样是无处不在，例如宗大伟用的中兴手机在非洲的中资公司和元件项目，用卫星就能追踪到撤离人员的踪迹。本片是主旋律电影，但除了撤侨以外，还加了很多没有明说的小细节，我们的基站建设，我们的北斗系统，我们对非洲的帮助，这些东西是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即便不讲出来，观众们一看便知，并不是主旋律电影就不好看，不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注重细节，用心拍电影院的主旋律电影同样很好看，同样有说服力。本片找的几位外籍演员表现也都很不错。恪尽职守的边境官员，凶狠狡诈的反对派武装头领，还有忠心的本地司机。有些意趣的是，那个独眼军官为什么那么喜欢玩俄罗斯转盘赌局呢？这种烘托感也是扎眼睛。虽然最后导演告诉我们他的枪没子弹，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树立自己的狠人人设，但俄罗斯转盘这个方式有些老掉牙了，而且出现的太过频繁。或许导演就是想通过这种辣眼睛的方式突出主角的勇气。申万我只能说，这些细节虽然老套，却也奏效。申万我相信，最后一个镜头或许就是审片老师的大爱了。那是宗大伟回到家，一个小孩子把门关上，一个福字出现在屏幕上，屋内一家人其乐融融，屋外一片祥和。这个镜头语言通过一个福字阐述了千百年来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也阐述了回家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而这正是所谓撤侨的原因，是他们走上32万步的原因，是哪怕万里也要踏上归途的原因。当然了，对于爱国主义，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部《万里归途》，同样的老套的故事也会有更多的解读。对于另外的视角而言，或许看着福字的内心答案就截然不同了。可以说，《万里归途》的成功就在于它是一部非常精彩到乏味的电影。拍过《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的饶晓志导演，处理这么一个外交官万里撤侨的题材，从一开始就能让人感觉到他确实不想那么主旋律化了，所以用了一些常规的戏剧手法去处理，比如张译和王俊凯扮演的两个主角，就是不成熟的新人外交官和老练熟络的老外交官的搭配，由他们在面对危机时不同的处理方式去营造戏剧冲突。不能说这点不好，但是这种让人异常熟悉的没头脑与不高兴的设置实在太大路化，太没意外了。其实真实故事里这个撤侨经历已经很具有戏剧张力，照实拍摄就已经很不错，或者加点料进去，比如韩国同类题材的《摩加迪沙》，美国的《逃离德黑兰》等，戏剧虚构的内容点到即止，主线还是放在真实案例的架构上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万里归途》最大的问题，现实事件里外交团队在面临国际纷争时，如何与各个环节的人沟通，对内如何安排，对外如何凯旋，将几万人安全地从展区撤离，这些是观众想知道的。但电影却用了商业片里没头脑加不高兴的套路，让王俊凯扮演的新手和张译扮演的老手之间出现矛盾，这就已经是很大的照顾元素了。那么照顾的对象是谁，就不用申万我特别解释了吧。再加上好像拍到一半，又觉得，我们可是国际大片，不来点恐怖分子打斗枪战怎么行？于是反派突然出现，开始跟主角打打杀杀，你来我往，至此本片完全和现实事件脱离范畴，开始向非常套路的商业片模式靠拢，最后甚至出现80年代枪战片电影里喜闻乐见的俄罗斯转盘、左轮枪对赌。饶晓志导演为什么这么去改编剧情，自然有他的路数，饶晓志一贯风格也是如此。但不得不说，在《无名之辈》里你可以这么搞，偏远小城市里出现傻不拉几的笨贼，冒冒失失的主角都很正常，人潮汹涌，什么杀手和普通人互换身份，大家知道这是很假的故事，所以剧情假点也没关系。但是《万里归途》是个有真实厚重的历史事件做底本的电影，你要么改编成骇到飞起的爽片，跟迈克尔贝班加西13小时一样，
你让张译跟吴京一样，拿着 AK 从头射到尾都可以，要么就踏踏实实的按照原本精彩的真实故事走，让主角踏踏实实的处理危机，跟逃离德黑兰一样，把那种打个电话跟人谈判都拍出千钧一发的感觉。结果现在是两头不靠。你想摆脱主旋律的标签，前提是你有成熟拍摄商业片的底蕴。别小看商业主旋律电影，好看的商业主旋律是这世界上最难拍的片种。拯救大兵瑞恩和黑鹰坠落到现在都是商业主旋律片教科书级的天花板，后来者只能望其项背。本片的老套和新潮的穿插，虽然非常充满心机，非常照顾某人，但张译的担纲的确让绿叶与红花分不清真假了。Shin Wan我还是很赞的，张译确实是个好演员。这么二极管的本子，还是让他尽可能的演出了老练成熟公务员的感觉。至于王俊凯，这次搭的顺风车算是稳了。现在的他其实还只是个明星，不是个演员，他的缺点也是肉眼可见的，以至于还没怎么理解如何不用表情、肢体和语言，仅仅是眼神就能表达出复杂情绪，遇到什么事就大呼小叫的，一点城府都没有，都是综艺节目既视感。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说到这，只能说娱乐圈生存法则真的是超简单的俄罗斯转盘，左轮枪对赌跟万里归途的玩法没有两样，情商就是放在枪膛里面的子弹，你有情商，你就有子弹了。纵使王俊凯在张译的烘托下差距明显，但是这种强弱的组合，这种导演的编排，却让一种火花悄悄绽放了。这火花就是刚上线仅2天就成功激活了8.5万人刷影评，而且影评成绩高达7.6分，所连带出来的票房跟着就轻松拿下了2.26亿票房，占比超65%，真的是少了王一博的芯片，这王俊凯的独角戏真的是天下霸唱了。Shin Wan我在这里必须坦白一句，那就是 Shin Wan我老是感觉聪明人就应该跟聪明人待在一起，因为近朱者赤，遇强者更强。Shin Wan我相信王俊凯在选择万里归途的时候，肯定是瞄准了张译。那么您猜王一博在选择无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选择了梁朝伟吗？或者说王一博在选择长空之王的时候，是不是也选择了胡军或者周冬雨呢？答案或许需要交给时间老爷爷，但是Shin Wan我依旧肯定的是，在拜托了冰箱期里面，赵丽颖、吴磊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录制的时候，两个聪明人之间所擦出的火花，让吴磊的笑容开成了花，也让赵丽颖的郁闷变成了花。于是乎，该综艺开播10小时就有了1166万播放量。中国新生代男神吴磊与赵露思的古装新戏《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口碑收视都收获好成绩，演技颜值都深受肯定，一举成为95后新顶流小生。近来网友挖掘他的过往，发现吴磊曾在电视专访中学爸爸讲话，却因一口台湾腔引发热议。据悉，吴磊父亲是台商，结婚后便在上海落地生根，而吴磊的演艺经济也由妈妈、子一手打点照料，活脱脱就是个吴氏家族企业。2016年，吴磊接受电视专访时，模仿爸爸碎念自己，意外因一口纯正的台湾腔引发中国网友疯狂讨论。有人认为是吴磊演技好，讲话腔调变换自如，也有不少怀疑吴磊父亲应该是台湾人。而与他搭档《星汉灿烂，月升沧海》的赵露思，之前是在台湾念大学，这让戏迷激动刻起真人 CP， 认为两人都是四川人，又都与台湾有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此外，童星出身的吴磊3岁出道拍广告，从小至今妈妈就是他的经纪人，后来吴磊的子成为贴身助理，照顾吴磊的生活起居。母子曾被媒体多次拍到3人同框的画面，吴磊的爸爸却不曾现身，更让网友好奇吴磊的家庭背景。网友为此找出了吴磊11岁念上海花季艺术学校培训班的资料，证实吴磊爸爸真的是台商。他爸爸原本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台湾人，后来结婚生子后便移居上海。也有人爆料，吴磊在台湾出生，有在台湾报户口，只是从小就在上海长大，
所以上海话说得很好。虽然这些爆料跟资料都没获本人证实，但若传言属实，吴磊就是真正的台湾小孩。话说吴磊当年在《琅琊榜》以小飞流一角闯出名号，去年以长歌行从童星形象成功转大人，今年又在《星汉灿烂月升沧海》再度以成熟演技摆脱国民弟弟形象，演活剧中高冷将军凌不疑，凭着一飞冲天的收视与好口碑，成功晋升新一代顶流小生。难怪中国网友这几年盛传一句话：早生10年嫁胡歌，晚生10年嫁吴磊，盛赞吴磊的演技与颜值并驾齐驱，前途不可限量。但吴磊出身自平凡家庭，背后并没有强大资源靠山，演艺事业全靠妈妈一人打理。可以说，吴磊就是妥妥的童星出身。3岁开始拍广告，2年演出逾50个广告。坦白地说，到现在为止，申万我依旧最喜欢他小时候胖嘟嘟的样子，现在的样子太一般了。当然了，童星不易，他曾含泪透露，我小时候在剧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太好，我妈妈带着我拍戏，过的日子不是那么好。据悉当时刚出道，吴磊妈妈一人拎着大包小包，带着他到处试镜拍片。5岁穿肚兜在冬天拍落水戏，也只有吴磊妈妈关心他有没有受寒。据悉，中国娱乐圈内都认为天赋资质极优的吴磊没有跟大经纪公司签约太可惜，没有了背后强大的资源靠山，才会晚至出道19年才爆红。但传言因吴磊妈妈想保护他，担心万一跟了大公司，可能会为了应酬或其他台面下的操作苦不堪言，才选择自己带吴磊一路披荆斩棘。说到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必须赞一赞吴磊的情商，他的情商实际上就是吴磊妈妈之外的最大的成功秘诀。因为打小就饱尝人间冷暖的孩子，特别懂得察言观色，特别擅长抓牢机会。这一点，鬼聪明的王炸姐姐赵丽颖早就已经明晃晃的靠着过人的情商，登上了华丽的巅峰与顶流的殿堂。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情商这东西自然不能当饭吃，但是在娱乐圈纵横，情商绝对是个必需品。除了关系的处理、机会的把握需要大量的情商参与之外，对于演员而言，本子的定夺也需要一眼观七的情商和聪明劲才行。说实在的，对比长空之王利益出圈的本子，万里归途的本子真的算是上古老套的存在感了。面对这种俄罗斯转盘、左轮枪对赌，您站在顶流的视角，会去如何选择？会去何去何从呢？从导演到主演，从剧情和成分，或许就真的需要大量的情商的参与了。因为前段时间乌克兰撤侨闹得比较拉胯，所以很多人都在看《万里归途》这部撤侨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笑话，看你怎么吹。这个梗真的横在所有吃瓜群众的面前，因为刚好就在半年前，所有战狼纷飞、豪情万状的反向打脸，都让无数战狼迷、红旗粉都活活吞下了满嘴的瘪。所以，正向而行的长空之王和反向而行的万里归途，很容易让人秒间明白取舍的难易。然而呢，好玩的梗就藏在本子之间。您还记得申万我铁口的2个字吗？提醒一下的是关于海清，或者说关于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的这2个字，在万里归途中完美体现了。这2个字同样让演技不出众的王俊凯赢在了起跑线。老实说，名字不讨好，内容不讨喜的万里归途，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战狼的反向之路，也就是说，一点都没有吹。因为影片里展现的撤侨行动，比真实发生的乌克兰撤侨更拉胯、更波折、更吃瘪。战狼2和红海行动也是讲撤侨的，套路是特种兵精英甚至舰队护航，精英小队以1敌100大开杀戒，
国旗高举畅通无阻，这是典型的打鸡血动作爽片，跟敢死队一个路数。虽然热血狂粉也个个都喜欢的不得了，但让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打鸡血的成分简直离地万里了。万里归途也有继承红海行动的一些风格，比如断肢残躯的血腥战场，比如说没就没的士兵，但主要讲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一路吃瘪。在这个片子里，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没有那么强，国旗、护照等面子果实也没那么好使。影片最后的彩蛋还特地让吴京露面，调侃了一下那种硬汉式撤侨。现实不是拍电影，以后的撤侨也不可能每次都那么顺利。至少《万里归途》这个片子在这个题材上保持了克制。《万里归途》影射的是利比亚撤侨被推翻的政府军头目海豹形象库斯卡扎菲，反派叛军有几个镜头给到了明显的黑色旗帜，暗示叛军和 ISIS 存在关系。ISIS 可曾给过五常面子，人家恨不得挨个把五大国的人质屠了。所以这个片真的没有那么多鸡血，没有那么多赢。主旋律元素当然不可避免，但是逃离德黑兰摩加迪沙也有主旋律，这类题材都会有潜移默化的宣传。万里归途相比之下，主旋律的占比并没有特别多。演员方面，申万我也提到了，不吹不黑，主演张译、殷桃、程泰深等人的演技自不必多说。流量演员王俊凯至少也没拖后腿。要说最让人出戏的，反而是老戏骨李雪健老师，没有不尊重李老师的意思，但是他的嗓子已经因病变声很严重了，讲台词效果确实不好，还不如用配音。和国内外很多同类型影片相比，《万里归途》对当地人角色的塑造也很丰满，不敢说完全没有刻板印象吧，至少没有让这些老外配角沦为脸谱化的背景板。看过影片的人应该都会对司机和边境官这两个角色印象深刻。同样题材的《逃离德黑兰摩加迪沙》可有类似的当地人角色。《逃离德黑兰》讲的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故事，讲美加友谊万岁；摩加迪沙讲的是韩国人和朝鲜人的故事，讲两拨人同文同种，抛弃成见。唯独《万里归途》讲的是中国人和当地人的故事。其实无论是红海行动狙击手里的反派，还是万里归途的当地人，近几年国产电影的外籍演员质量明显提升一个档次，跟以前那种充当路人甲、白猴子的老外配角相比，已经进步太多了。跟那种强行政治正确的好莱坞黑人、亚裔、墨西哥裔、印第安裔角色相比，更是天壤之别。你可以说中国电影在任何方面不如好莱坞，唯独在塑造外国人方面，中国电影没有好莱坞那种刻板印象的臭毛病。即便是塑造日本鬼子能上大银幕的国产电影，抗日雷剧不算，也都是把日本人塑造的很多面，绝不是好莱坞电影里只会切腹和板在冲锋的形象。影片的利益落脚点也很朴实，并且朴实，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边境那一段，摄像机是对抗枪炮的最好武器，这种价值观是普世的，以前似乎只能在西方电影里看到。其次是张译饰演的外交官回到北京，被过年的鞭炮声突然吓到，以为是枪声，这应该是最能引起日子人共鸣的一段。哪有那么多宏大叙事，普通日子人就是想平安活着，平安回家，抱一抱家人，吃一口热饭。说到这，您终于想到了申万我经常提到了两个字了吗？王炸姐弟想要在明年继续突破，化解重围，必须进入到这两个字当中。因为明晃晃的这个泛政治化的娱乐圈，连自我审查也特别严苛了，甚至让王炸弟弟的长空之王平白撤档了。张译天生故事脸，王俊凯选对老题材，或者说好题材。万里归途刚上线就8.5万人刷影评，影评高达7.6分，连带的票房就不用说了，完全就是申万我神早铁口的长空之王的思想套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现在回过头看看申万我一路的铁口提醒，团队，基本上都看到了个寂寞。
让申万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申万我放在长空之王身上的1、2、3步骤，居然在万里归途身上一一实现了，而且相当高质量的细节性影评，简直不能再多。这一点让原创无难度的申万我也能深深地感到异样。这就是力量，没人看得见，却又实实在在摸得到。高质量长空之王，低质量阴谋论，相差仅2字团队，您信了吗？